这边的收入可以吗？这次的太想到处吃，来个最新的自助吧开箱。严格来讲，这间自助吧是2024年底就开幕了。为什么会拖到现在才来品尝？原因就是这阵子终于抢到平日午餐2人同行6折优惠了。老样子，只有 GCB 信用卡就可以在每周一早上来预约。之前都是用来预约汉神海港下午茶，今年就多了全日餐厅，而且还是平日午餐的时段。那今天介绍的这间 Serena 全日餐厅，就位于高雄市林森4路日航酒店2楼，营造的是日式风格的自助吧环境。从酒店入口到餐厅风格都非常的典雅。虽然是平常日午餐，但用餐人数也不算少。那接下来就是介绍自助吧菜色时间。整个取餐动线很单纯，就3个区块为主：热炒、沙拉、汤品、港点等等为一区；生食、海鲜、甜点、饮料等等也分为一区；最后就是现煮餐点、牛排、炸点等等这区。取餐也不会排得大排长龙，算是还不错。不过美中不足的部分，应该要算是偏少，但如果以平日午餐价格1080元这样来讲，其实该有的都有，而且各种品项都齐全，算是走的比较精致化的自助吧餐厅。不过虽然是标榜日式风格，但基本上都还是以台式菜色为主就是了。等等后面会介绍几个比较特别的菜色。如果各位观众有来品尝，而且当天有出这几样菜的话，强烈建议一定要全部都拿，是真的好吃。但汤品就漏了很多，等等后面还会介绍到。那终于来到了自助吧的精华重点——生鱼片以及海鲜区。基本是提供4种常见的鱼料，另外居然有罕见的生鱼片或寿司。印象中目前也只有这家有提供这个品项。其他家大部分都是手料或寿司为主。海鲜的部分种类也算齐全，虽然是春季，但一样有提供螃蟹冷食等等。不过我不太能确定这季节的螃蟹好不好吃，印象中都是秋天的螃蟹会美味一点。那因冷食的部分，蘸酱的种类也非常多，感觉可以变化出非常多种的不同口味。现煮餐点的部分以彩虹面为主，比较特别的是面条的不同而已。炸点的部分，炸虾、炸天妇罗也都不错，也没有限制一次只能拿几只炸虾。现烤牛肉也挺不错的，如果不吃牛，也有提供猪肋排这道餐点。这是现场唯一现煮的汤品，味道后面会再介绍一下。甜点的部分也算不错，但这区的甜点比较偏西式，而不是日式口味，会有一点小落差感就是了。那另一边就是纯日式口味的烤糯米团子，但菜色写烤丸子都会让我联想到鱼丸。冰品的口味比较偏一般，算是基本盘的品项而已。不过饮料的种类真的就是偏少了，虽然还是有提供生啤酒的部分，但其他种的果汁类饮料真的是明显不足。就连肥仔快乐水这种饮料都要另外摆盘，真的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那值得提的餐厅服务
就是类似港式点心的送餐，这在日式餐厅来讲是真的蛮特别的感觉。不只是送港点而已，连面包也有，甚至听说连现烤牛肉都有随桌服务，只是我们当天没遇到就是了。虽然餐厅是在2楼而已，但窗外依旧能感受到绿意的感觉。如果这是种枫林木，在花开的季节一定也是非常漂亮。那逛完餐区后，就准备开动啦。首先上场的是手绢部分，有别传统式的手绢，这里的手绢是师傅帮你放料，然后自己再接下去卷，感觉也挺不错的。那到生鱼片以及握寿司的部分，说真的，握寿司没有令人惊艳的感觉，不知道是不是切的鱼料比较小，吃起来的口感稍微有点不太满足。如果握寿司的比例再大一点，应该是会更好。生鱼片的部分算是普通吧，比起一样是标榜日式自助吧的兴业，生鱼片这边就略逊一筹，不太能用来称为是指标性的招牌菜。对于标榜日式风格来讲，有点小可惜。这边来点重口味的汤品来换换口味，那就选个肉骨茶汤来品尝。对了，当天这里是没有味噌汤的品项。不过不得不说，这肉骨茶汤的口味倒也不错，出乎意料的顺口。那这种日式风格餐厅没提供味噌汤，反而是提供肉骨茶汤，有点特别就是了。不知道对各位观众来讲，日式风格的餐厅应该要提供什么样的汤品？欢迎到底下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。其实我吃自助吧，很少介绍热炒类的餐点，但这家热炒是真的不错。不过也可能是这家自助吧的餐点较少，所以才会一拿再拿。一般介绍这种类型的餐点，其实都很难确保下一次可以吃到同样的热炒。通常都会使用当令季节的食材，不像是主打的菜色会固定一直上桌，所以要吃到适合自己口味的热炒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。不过说到热炒，日式料理好像没有什么代表性的热炒，不像台湾料理、中华料理、泰式料理一样，有那种快火大锅炒的菜色。还是有什么日式料理热炒是我没想到的呢？也欢迎各位观众在留言区指点。那总之还是推荐这边的热炒菜色，算是比较精致化的餐点，绝对值得你一拿再拿，相当推荐各位观众来尝鲜。接下来就是品尝几乎每间自助吧的标配——现烤牛肉。这个熟度可以吗？可以。如果有看过我之前自助吧吃到饱的影片，嘴上常常会有点小抱怨，就是一直没吃过值得推荐的现烤牛肉。希望这次的全日餐厅能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惊喜。蘸料的部分有2种，依这个牛肉的状况来讲的话，那我这边是选择夏威夷黑盐来搭配。吃这种料理，通常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能调整熟度。那一般来讲都会控制在5分熟左右，但有时候因为烤的技术问题，外层到内层可能会有相当大的落差。从最外层的7分一直到最内层，搞不好只剩3分。那如果是肉还好，蛋筋的部分就有点难咬了。本来有点期待他们的随桌服务，但这次没遇到，算是有点可惜。那也只能说现烤牛肉本身的口味还不错，但依旧没有突破对这道餐点的期待。前面吃了一堆大鱼大肉，也该来杯肥仔快乐水来滋润一下喉咙。别问我为什么连可乐也要拍，实在是这边的饮料种类有点少啊。那这边也讲讲今天的用餐感受。有别于其他间自助吧的装潢摆饰，这边的气氛比较偏向营造出一种典雅的感觉。也可能是因为我来吃平日午餐这个时段，
通常能这时间来吃的人，也都是有钱跟有闲，但我不是。所以不管是用餐环境，还是来用餐的客群，感觉都是非常舒服的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这里没有下午茶时段，所以中午来用餐的话，可以做到下午3点半。但台面上的餐点会在2点左右陆续收走，这部分可以先拿取甜点跟饮料之类，然后悠闲的放空聊天，好好的消化一下，不用赶在用餐限时内吃完甜点等等。不过要提醒的是，收拾收得非常干净，2点过后是连饮料、甜点都会收光光，所以想留什么吃，要提早去拿就是了。那最后就是来个樱花油菜花蛤蜊汤来当结尾了，这也是这里唯一现煮汤品的选择。那就不多说了，先来一碗喝喝看吧。不过用樱花加油菜花来当菜色名称，实在是有点怪，不能换一个优雅一点的菜名吗？例如春樱油花蛤蜊汤这样。其实我很少吃油菜花，对这个味道可以用陌生来形容。也不知道是3点刻意煮淡还是怎么样，整体的味道非常的清淡，甚至可以说是用煮菜汤来过一下蛤蜊这样而已。幸好蛤蜊本身算鲜没有味道，要不然这道汤品真的喝不出咸味。算是给中老年顾客群提供健康的汤品。如果有来喝过这道汤品的观众，也欢迎分享您的看法。我个人是觉得真的太清淡了，实在是喝不习惯。那以这样1080元加1成的价格来讲，我个人算是蛮推荐这间自助吧，尤其还有优惠折扣。那本集的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也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